让情绪流动，而不是压抑它存在。我们被教导要理智，要冷静，要坚强，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于是从小到大，我们学会了在哭泣的时候擦干眼泪，在愤怒的时候强忍不发作，在孤单的时候假装不需要。我们把所有翻涌的感受压进心里，堆叠成一个看不见的箱子，关上盖子，锁得紧紧的。表面上看起来，我们变得稳定，变得理性，变得成熟，但其实那个箱子里的情绪并没有消失，它们在等待，等待一个缝隙，等待某个触发的瞬间，就会毫无预警地爆发，像洪水一样淹没你。情绪不是敌人，情绪是讯号，它告诉你内在正在发生什么。悲伤提醒你有东西失去，愤怒提醒你有界限被侵犯，孤单提醒你渴望连结，恐惧提醒你需要安全。如果你选择压抑，就等于选择忽略讯号。你表面上暂时安静了，但你的身体和潜意识却持续承受着沉重的压力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长期压抑情绪会导致焦虑、抑郁，甚至在身体层面引发疾病。因为情绪就是能量，能量若不被释放，就会滞留在身体里，转化为紧绷、疼痛、失眠，直到你不得不面对。而让情绪流动，并不是要你沉溺在情绪里，而是允许它来，允许它走。就像海浪，它本来就是起伏的。当你不再阻挡，你会发现，情绪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它会带走旧的能量，让你重新回到清晰与平静。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，一个情绪如果被全然经验，大约只需要90秒，就能自然消退。但我们之所以被困在情绪里，是因为我们不断用思维延续它。我们害怕，我们抗拒，我们批判，我们告诉自己，我不该有这种感受。这些抗拒反而让情绪被困住，像卡在河道里的石头，让水流无法顺畅。所以，真正的智慧不是压抑情绪，而是成为它的容器。当悲伤来临，你允许自己流泪；当愤怒涌现，你允许自己承认不满；当孤单升起，你允许自己渴望靠近。你不用分析，不用批判，不用急着找到答案，你只需要陪伴它，让它流动，直到它自然离开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假装的频率，而是真实的震动。当你压抑情绪，你表面上可能看起来平静，但宇宙感受到的是你内在的紧绷与不安。于是你吸引来更多让你压抑的情境。但当你允许情绪流动，你就会回到真实，你的频率会变得纯净，宇宙自然会回应你更清晰的显化。很多人害怕面对情绪，因为他们觉得，如果我打开这道门，我会被情绪淹没。但事实恰好相反，情绪之所以像洪水，正是因为你长期压抑。当你学会让它及时流动，它反而会变得像小溪，轻轻地流过，不再带来毁灭，
而是带来清新，让情绪流动，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爱。因为你在告诉自己，你有权利感受，你有资格诚实，你不需要假装坚强。这份允许会让你重新连接自己，重新找回真实的力量。请记得，情绪不是障碍，情绪是桥梁，它带你从头脑回到心，它带你从控制回到流动，它带你从压抑回到自由。让情绪流动，而不是压抑它存在。因为只有当你愿意感受，你才会真正活着，你才会有空间去创造，你才会在每一次释放之后，更加贴近自己灵魂的频率。就身份的安全感正在耗损你的生命力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用来定义自己的身份，它可能来自家庭，来自社会角色，来自过去的成就或伤痛。这个身份曾经给过你某种安全感，让你知道自己是谁，让你在世界里有一个位置。但你可曾想过，这个身份也可能正一点一滴耗损着你的生命力。就身份的力量在于它的熟悉，因为它让你不用思考，就能知道我是这样的人，我该这么做。它像一件穿久了的外套，虽然已经破旧不堪，却因为合身而让你舍不得丢掉。但问题是，当你一直穿着这件外套，你就无法感受到新的温度，无法迎接新的风景，无法真正活出灵魂的潜能。比如，有人把自己定义为努力工作的人，于是他用尽所有时间去拼命，即便身体已经疲惫，他依然无法停下，因为一旦停止，他就失去了身份感，失去了价值感。再比如，有人把自己定义为受害者，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被理解，不被爱，不被支持，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吸引来相似的经历，来印证这个身份，让它持续存在。这些旧身份或许在某个阶段曾经保护过你，曾经给你方向，但当生命进入新的篇章，它们就变成了枷锁。你以为自己还在寻求安全，其实你正在消耗生命的能量，因为你把全部的力量都用来维持一个早已不再真实的形象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有身份依附的倾向，我们宁愿留在熟悉的痛苦里，也不敢冒险去探索新的自己，因为新的身份意味着未知，意味着你必须放下过去的故事，意味着你要承认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我。这需要勇气，而勇气往往比安全更难拥抱。但请记得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旧身份的延续，而是来自你与自己的连结。当你能够信任自己，无论外在角色如何变动，你依然完整，那才是真正的安全。旧身份之所以耗损生命力，是因为它需要你持续假装，持续扮演，持续防卫。你用掉的不是外在的资源，而是内在的灵魂能量。而当灵魂能量被消耗，你会感到疲惫，感到空虚，感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真正快乐。神经科学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不断重复相同的身份叙事，
大脑的神经通路会越来越牢固，让我们自动用旧方式反应。但这也意味着，只要你开始创造新的叙事，新的神经连结就会慢慢形成，你就能用新的方式定义自己。这是一个可以被重写的过程，而不是永远固定的结果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你发出的频率会吸引对应的现实。当你固守旧身份，你吸引来的就只会是不断证明这个身份的情境。但当你勇敢选择新的身份，你会散发出不同的频率，新的现实就会开始靠近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停滞，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却没有进展，请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还在抓着一个已经不再适合的身份？我是不是用旧身份换取安全，却同时失去了自由？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改变的开始。旧身份的安全感正在耗损你的生命力，而新的身份需要你放手，需要你勇敢走进未知，需要你相信，真实的你永远比任何角色更强大。当你愿意放下旧身份，你会发现生命开始流动，你会感受到能量重新涌现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只是某个角色，你是一个能够不断创造、不断蜕变、不断展现新面的灵魂。真正的安全，不是在过去找到依靠，而是在当下拥抱真实的自己。那时候，你的生命力不再被耗损，而是被释放。别再问该怎么做，先问你想怎么活。我们常常把人生活成一连串的待办清单，做这个，完成那个，追赶下一个目标。我们问自己，该怎么做才会成功？该怎么做才会得到认同？该怎么做才会过得好？但很少有人停下来问，我想怎么活？该怎么做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，它带着焦虑，带着比较，带着对未来的控制欲。而我想怎么活是一个灵魂的问题，它带着方向，带着意义，带着对当下的召唤。当你一直问该怎么做，你就容易掉进社会的标准，掉进他人的期待，掉进无止境的比较。你可能按照所有的步骤走了，却依然觉得空虚，因为那些做法并不是来自你真正的渴望，而是来自恐惧，来自匮乏，来自不这样做就不行的压力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动机有两种，一种是避免痛苦，一种是追求喜悦。当你只问该怎么做，你的动机大多数来自于避免痛苦，避免失败，避免被看不起，避免不安全。但当你问我想怎么活，你的动机就会转向追求喜悦，追求真实，追求内在的满足。这两者的频率完全不同，结果也完全不同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并不回应你的做法，它回应的是你背后的能量。如果你的能量是恐惧，你在努力，得到的也只是更多恐惧的证明。但如果你的能量是真实与喜悦，你就会吸引来与之共振的经验。因为显化不是做更多，而是对齐自己。所以，当你感到迷惘、
感到疲惫，感到不知该往哪里走时，请不要急着再问我该怎么做。请先停下来，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？我想每天怎么感受自己？我想在这一生留下什么痕迹？答案不需要宏大，也不需要符合谁的期待，它可能只是我想活得自在，我想每天醒来感觉平静，我想要和我爱的人在一起。这些真实的渴望才是引领你走向方向的北极星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专注在自己想要的状态时，大脑的奖赏系统会被启动，让我们产生动力，更自然地去做出与之对齐的选择。这意味着，不是该怎么做带你走到目标，而是想怎么活先调整了你的频率，让你一步步靠近新的现实。别再把自己困在做的回圈里。真正的问题是活，因为做只是方式，活才是目的。当你知道自己想怎么活，做什么自然会浮现，选择会变得清晰，道路会一点一点展开。请记得，你不是来完成别人的清单，你是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命蓝图。所以不要再问我该怎么做，而是要诚实地问，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让我活得更真实？这样的选择是不是靠近我想要的状态？别再问该怎么做，先问你想怎么活，因为唯有如此，你才会把人生从枯竭的执行转化为充满灵魂的创造。而那一刻开始，你的能量就已经改变，你的现实也会随之改变。改变的契机不在外在，而在你对痛的反应。人生中总会有痛的时刻，失去的痛，拒绝的痛，失败的痛，孤单的痛。这些痛像一面突如其来的墙，拦住你，逼迫你，让你以为自己无法前进。你告诉自己，如果外在变好，如果别人懂我，如果环境改变，我就能走出来。于是你开始等待，等待世界给你一个出口，等待命运把痛拿走，等待别人来疗愈你。但一次又一次，你发现痛依然存在。那是因为改变的契机从来不在外在，而在你对痛的反应。痛本身不是敌人，痛只是讯号，它提醒你某些东西不再适合，某些故事需要结束，某些模式正在耗损你。但如果你把痛当成惩罚，你就会对抗它，压抑它，逃避它，甚至用更多的方式麻醉自己，让自己假装没事。而这些反应只会让痛更深，让痛一次次回来提醒你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情绪不是问题，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才是问题。当痛出现时，如果你愿意去感受，它会流动；如果你选择抗拒，它就会停滞。停滞的情绪会变成重复的剧本，不断回到你生命中，直到你愿意面对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情绪在大脑里的寿命只有短短90秒，但大多数人却会困在情绪里几小时、几天，甚至几十年。
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反应。我们用思维不断重播事件，我们用恐惧不断放大痛感，我们用否认不断压抑真相。于是90秒的波动变成了一生的枷锁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事件，而是能量。痛不是阻碍显化的原因，而是你对痛的抗拒，才让你停留在低频里。当你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我不要再痛，宇宙只会回应痛，让你一次次吸引来相似的情境。不是因为宇宙残酷，而是因为它诚实。它只是回应你正在发出的震动。所以真正的改变，不是逃离痛，而是改变你对痛的反应。当痛来临时，你选择停下来，你允许自己去感受，你告诉自己，这份痛不是敌人，它是讯号，它是指引，它正在提醒我该往哪里走。这样的态度会让痛不再只是折磨，而是成为转化的入口。或许你正处在一段关系的崩裂，那份心碎让你无法呼吸。你可以选择告诉自己，我不值得被爱，让旧的信念更加深植。也可以选择告诉自己，这份痛提醒我该学会爱自己，让痛成为自我成长的养分。同样的事件，不同的反应，创造出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。或许你正经历一次失败，那份挫败感让你怀疑自己。你可以选择陷入自责，一再放大我不行的声音，也可以选择把痛当成方向盘，告诉自己，这里有东西需要调整，这是生命在引导我走向更适合的道路。痛本身不会决定你，你对痛的反应才会决定你。当你学会与痛共处，你就会发现，痛的背后藏着巨大的能量，它会推动你，逼迫你放下不再适合的东西，催促你蜕变，让你走向真正的自己。痛不是让你停下来，痛是要你移动，要你成长，要你突破。所以请记得，改变的契机不在外在，而在你对痛的反应。当你选择接纳，痛会变成力量；当你选择抗拒，痛就会变成束缚。这不是命运的残酷，而是灵魂的智慧。痛不会永远存在，它会随着你愿意感受而释放，而你也会随着这份释放变得更自由、更坚定、更真实。改变不是因为痛消失，而是因为你在痛中选择了新的方式回应。那一刻开始，你的人生就已经不同了。显化的障碍往往伪装成舒适圈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验？你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大的渴望，你想要一段更深的爱情，一份更自由的工作，一种更丰盛的生活。你甚至在心里清楚描绘过画面，也向宇宙许下了愿望。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却发现自己还在原地，没有太多改变，没有太多进展。你以为是愿望不够清晰，你以为是显化的方法不对，你以为是宇宙没有听见，但真相可能是，显化的障碍正在伪装成你的舒适圈。舒适圈听起来很安全，因为它熟悉，它稳定，
它可预测。你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，你知道自己能应付什么，即使这种生活让你觉得无聊，觉得窒息，觉得不满足，你依然选择待在其中，因为未知总是比痛苦更让人恐惧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的潜意识倾向于避免风险，哪怕是走向更好的可能，只要过程有未知，大脑就会拉响警报。于是你一次次选择熟悉的路，一次次推迟改变的时机，最后你说我的显化没有效，其实只是你自己不愿意走出舒适圈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显示，当我们重复相同的行为模式，大脑会建立固定的神经通路，这些通路会让我们自动化反应，不用消耗太多能量。但这也意味着，只要你待在舒适圈里，你的大脑就会一直运行旧的模式，而旧的模式只会创造旧的结果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不会回应你的口头愿望，它回应的是你的能量频率。当你口里说着我想要改变，但行为却仍然选择留在熟悉里，你的频率其实就是我不敢，我害怕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于是宇宙回应的不是新的可能，而是更多的停滞。舒适圈的危险就在于，它常常披着安稳的外衣，让你误以为自己还算过得去，其实内心早已干枯。它让你误以为没有动荡就是平静，其实那只是能量被冻结。它让你误以为安全就是幸福，其实那只是你在消耗生命力。如果你真的渴望显化，你必须愿意踏出舒适圈，哪怕只是一小步，哪怕只是一次不同的选择。因为只有在未知里，新的现实才会展开；只有在陌生里，宇宙才能把新的资源带到你面前。想要新的爱情，你就不能再用旧的防备方式去面对人；想要新的工作，你就不能再用旧的安全感捆绑自己；想要新的生活，你就不能再依附旧的身份故事。每一次离开舒适圈的勇气，都是在告诉宇宙，我准备好了。而宇宙会立刻以回应证明，新的可能正在靠近。或许你会害怕，或许你会不安，但请记得，恐惧不是停止的理由，恐惧只是灵魂提醒你，这里有成长。当你能够带着恐惧前进，恐惧会逐渐转化为力量，而你也会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自由。显化不是一种等待，显化是一种对齐。当你持续留在舒适圈，你对齐的只是旧的自己，但当你选择踏出一步，你就开始对齐新的能量。那一刻，显化的门才会真正打开。所以，不要再责怪显化没有效，请诚实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还待在舒适圈里不肯动？当你愿意诚实，你就会知道，答案一直都在你手里。不是宇宙迟疑，不是愿望遥远，而是你还没有真正跨出那一步。显化的障碍，往往伪装成舒适圈。当你看穿它，当你愿意超越它，你就会发现，自己早已站在新现实的入口。
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